们这个价格，师兄，你已经连续加班7天7夜了，再不休息会死的。那个项目我马上就要做完了，等做完这个项目，经理答应过会有50万奖金，到时候我就能拿到手了。我母亲也在医院里等着行用呢。那你也不能玩命啊！等敲完这最后一段代码，我就休息，这最后一个。各位，把手里的活动放一放，项目完成的不错，甲方非常满意。是，我来给大家发项目奖金。月泽，师兄，别说了，发奖金了，师兄。我他妈没睡呀！怎么回事？我猝死在工位上了。月泽，上班睡觉，奖金200。什么？200？我师兄又做项目，价格又敲代码，连续工作7天7夜才把这个项目做完，你凭什么只给他发200？师兄，你也站起来说句话呀！师兄，啊，我师兄他猝死了！什么？死了？幸好项目完成了，不然影响我拿50万奖金了。混蛋！我加班猝死，你却只惦记你的奖金，这卑鄙无耻！你的奖金？我师兄加班加到猝死，就是为了这50万奖金给母亲治病，你连治病钱都抢，你是人吗你？可恶的狗东西，抢我功劳，夺我母亲救命钱！我就算变成恶鬼，也要拉着你和整个公司下地狱！我是要魂飞魄散了！不行，我不甘心！哎，这哪儿啊？我不是魂飞魄散了吗？这怎么又回到自己工位上了？各位，停一下手上的工作，我拿到了青云集团的项目。青云集团的项目？难道11月20，我重生到了7天前？今天上午，我接到了青云集团的合作项目。果然还是一样的剧情，不过这一次台上的小丑还是那个小丑，但我已经不会再听信他的谎言了。我就等着看你这场戏最后怎么收场。师兄，这项目不是你给公司拉来的，他怎么抢你用了？不管他怎么抢，都改变不了我要让他完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咱们公司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新项目了。本来呀，公司老板已经计划把技术部全员裁掉了。有你这样的领导，不完蛋才有鬼。那个项目就是技术部的免死金牌，7天做出来，部门留着；做不出来，各位就打包走人吧。7天，这可是10多天的工作量，这怎么可能啊？这个项目啊，要是做成了，公司啊就会流入大量的资金，公司就能起死回生啊！老板跟我说了，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公司奖励50万现金。10万，师兄，50万，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给阿姨交手术费了。上一世我就是为了这50万的空头钞票拼命，这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月泽，你是技术主管，我问你，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啊？就我们4个，这工作量太大了，这肯定完不成啊！不管你让谁来，结果都是一样。就算我们把命搭进去，那也完不成啊！什么技术大神呀，不过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幸好啊，我提前准备了更合适的人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王天赐，是我专门请来的技术大神，帮助你们完成这个重大项目。大家鼓掌欢迎！你们稀稀拉拉的鼓掌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王天赐可是美国斯坦福计算机博士毕业的，能力一流。从现在开始，
天赐代替月泽，成为技术部主管。什么？你让一个毕业生当我们主管？你不服气吗？我哎，师弟，他是王杰的侄子，别跟他呛，没必要。服气，当然服气。我们大家共同欢迎新主管。谢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在领导的英明带领下，按时完成这个项目，绝不负领导的期望。好，不愧是我看中的帅才。既然领导委以我重任，我就给大家定2条规矩：第一，喝水、吃饭、上厕所必须跟我报备。第二，加班，心脏不停，加班不休啊！好。不愧是名头大学毕业的，这规矩立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你凭什么立这么多规矩啊？凭什么？就凭我是你们的主管，我不给你们立规矩，你们怎么按时完成任务？岳哥从来没有立过这种规矩。哎，就是你们平时散漫惯了，工作能力才退化的这么厉害。公司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你们谁要是敢不遵守，我就针对谁。月泽，你干什么去12点了，下班了，没必要啊。月泽，我刚刚说完规矩你就带头违反，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有，我当然有了。但是我要是不吃饭，我怎么敲代码啊？我要是休息不好，我怎么给你加班啊？所以2位，我吃饭去啊，拜拜。谢谢。你再让我门外走一步，立刻开除！开除？你确定要开除我呀？哼，你以为你是谁啊？开除你怎么了？行，开除是吧？那好，那咱们就来算一下员工赔偿吧。这个您先看一眼。多少钱啊？拿了钱赶紧滚！我在公司每个月的工资税前是4万，加上我在公司干了20年，按照 N+1计算的话，就是24万。转账吧。月泽，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一口气要80多万，你为什么不能替公司考虑一下呢？你为什么不能有点集体荣誉感呢？不是，这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自己都没饭吃了，我还管得了那么多？那你要是不赔偿的话，那就打官司呗。要不你自己决定一下。月泽，你也是公司老员工了，我刚才想了想，这不吃饭确实顶不住。这次就算了，快去吃饭吧。这不开除啊？不开了，快去吃饭吧。那行。对了，这个计算器是我私人物品，价值100元。你看你是私人转账还是走公司流程？拿着这100块，滚！我吃饭去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也去吃饭。干什么？干什么？我管不了月嫂，我管不了你们吗？你我回去工作。就你刺头是吧？来，你去把叶泽的工作记做。干回去！
好，请问是月泽先生吗？您好，请问是月泽先生吗？是。您好，我是夏氏集团的总裁夏冰。我听说您刚刚被公司开除了，我希望邀请您担任我们夏氏集团的技术副总裁。开除？夏总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夏总，岳哥，您先别着急拒绝。为表诚意，我已经将您的母亲转至本市最好的医院，并且邀请了顶尖的专家团队给她做手术，伯母很快就会康复了。我母亲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安心的跟这个垃圾公司周旋到底。夏总，您为什么会找上我呢？我刚刚接手公司不久，身边没有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我非常希望您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在我们夏氏集团，你有绝对的自主权，并且薪资待遇由您来说了算。这点心意，请您收下来，希望不会显得冒昧。夏总，我很感谢您的赏识，但是我在这公司还有未尽之事，等我完成之后，会考虑您的建议。当然，我尊重您的选择。夏总，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花这么高的代价挖他？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人。长这么漂亮，准备去哪儿啊？哎，陪哥儿几个喝两杯呗。哎呀，走嘛！那去哪儿玩不是玩，反正在 KTV 上班。哎，我已经报警了，还不好吗？这拍什么拍？怎么等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我也不知道。之前写完代码都得让岳哥看一遍，底层架构都是岳哥他一个人写。要不您打电话让岳哥回来看看？赶紧给我弄！他先让我打电话去请他，做梦！少，不好了，系统代码出问题了，你快回来看看吧。喂，不好了，系统代码出问题了，你回来看看吧。能出什么大问题啊？不要小题大做。师兄，那王健下个小回，导致代码不兼容，系统即将崩溃了。这就不关我事了。现在可是午休时间，什么大事也不能耽误我吃饭啊！要不要我帮你带上？师兄，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情吃饭？你再不回来，全完了。吃饭大于天，我吃完饭就回去。吃。郭雨洁，你不是他师弟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我就是帮师兄打打下手，做点配置代码的工作。废话，一群废物！王大老师，我放下包。哎，坐。哎呀呀，哎呀，月嫂，你还知道回来？赶紧滚过来修复这个 bug！午休还有半个小时呢，我先眯。月子，之前的事情呢，是我做的不对，算我求你了，行不行？求我？刚才不是你让我滚回来的吗？刚才呢，是我说话欠妥。这就对了嘛，早这个态度不就好了吗？呀，
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你只需要把子模块重新恢复一下，既然他说简单，那这正是我表现的好机会啊！然后行了，我是故意留着这个 bug 不修，想测试测试你的水平。你真的以为离了你，这种简单的问题就没人能解决得了吗？行，那我睡觉去了啊。今天我就让你们这群2线的程序员开眼，什么叫做顶尖计算机博士的实力。瞧瞧，你们都给我瞧瞧，就天赐个手速，这架势啊，这才是高手风范呀！像你们平时那叫敲代码吗？那叫摸鱼。天赐啊，你给他们讲讲这是什么高级玩意儿，让他们长长见识。行啊，既然王总都发话了，今天我就破个例，把我压箱底的真本事拿出来给你们看看。我现在用的呢叫 X 代码。月泽，你知道什么是 X 代码吗？哼，烂泥扶不上墙，没点出息。这可是国际上最先进、最顶尖的水平，没点真才实学，别说用了，看都看不懂。这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掌握的。X 代码啊，10年前我创造的一种代码写法，早已经被淘汰了。他竟然还当成宝，就这还大佬呢！哎呀，都看到了吧？我刚才那个操作，就问你们几个服不服？好，太好了，不愧是我重金请来的顶尖人才，这一出手啊，就是不一样。你们这群人啊，都好好跟天赐学学，别整天跟某人一样鬼混，不学无术。王总，毫不夸张地说，我刚才敲的每一行代码，都代表着国际编程的顶级水平。这种境界嘛，可不是某个井底之蛙就能窥见的。这才是大师的见解。王总，您过奖了。不过这套 X 代码确实有点天赋门槛。系统崩溃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可能啊！我明明刚才就修好了，怎么会系统全面崩溃啊？对，硬盘一定是服务器硬盘出了问题。硬件故障跟代码程序有什么关系？刚才在那吹得天花乱坠，原来是花拳绣脚啊！就是啊，刚才把键盘打得啪啪作响的气势呢，现在甩锅硬盘了。公司里所有的核心代码都是我独家架构的，根本就没有人能看得懂。就凭他刚刚那2下子，别说修复了，没将系统漏洞扩大就算不错了。我知道了，一定是月泽搞的鬼。王八蛋！你说，是不是你破坏了公司系统？我对，是你，就是你，一定是你，故意给我下绊子！王天赐，说话要讲凭证据的，证据呢？证据就是你远程攻击。没错，你刚才是说去吃饭了，但实际上你是远程攻击了处理器。你是公司部门前主管，系统有什么弱点，你最清楚。月泽，天赐说的是不是真的？王总，这些都是王天赐的胡乱猜测罢了。不信你们可以去餐馆问问老板，我是不是一直在那吃饭呢？哼，谁知道你有没有提前收买老板？行，那按照你这么说，那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项目失败了，公司倒闭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动机就是你心胸狭隘，你嫉妒心作祟。而且，怎么你一走，系统就崩溃了？还有，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保安，上来技术部，给我控制住这个破坏公司财产的嫌疑犯。
给我控制住这个破坏公司财产的嫌疑犯！我是王杰，你们先别过来。就当我这就是系统，只要项目完成了，咱们有的是时间跟月总算账。好吧，那既然你们非要跟我这么杠啊，那就杠吧。你们随便浪费自己的时间，我又不着急。等我3两下解决完这个烂摊子，我马上就去搜集你故意破坏的证据。天赐，你对我说实话，这个你能不能修？这个项目要是黄了，我爸得把我的皮扒了。叔叔，这个架构太邪门了，我压根就没见过。王总，还是请岳哥修复吧。系统核心代码都是岳哥写的，他肯定能修复。就是啊，待会儿服务器文件被损毁了，一切都完了。岳总啊，这都是误会。现在公司啊有点困难，你就算不想帮我，你也得帮项目组的同事吧。咱们赶紧啊，先把这系统给修复了吧。哎，你打住啊！我可不敢修复，我现在可是破坏系统的嫌疑人。万一我这修出点问题来，那我可说不清了。而且，咱王大博士不是高级技术人员吗？这点小问题他肯定能解决。岳泽，你不要太过分了！闭嘴！岳泽啊，就当给我个面子，先把这系统修复了。只要你修复好，这项目奖金50万是你的了。好，那咱们白纸黑字儿，你签约，我出手。你威胁我啊？不签啊？算了。好，签，我签。来，合同已经签了，能开始工作了吧？我还需要王大博士给我鞠躬道歉。你做梦！废什么话？鞠躬道歉！叔叔，我项目不能按时完成，我怎么搂钱道歉？岳泽，对不起。岳泽，对不起。啊？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那个王博士，你大点声。对不起，岳哥。早这样不就好了吗？年轻人，态度不错，当哥哥的就原谅你了。哼。哎呀，拿错书了，不好意思啊。这本对，这本对。岳泽，这都火烧眉毛了，你看什么书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需要好好看看书，帮我好好回想一下我当时写代码的思路。岳泽，这他妈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快点啊？公司在干什么呢？王总，这个核心架构修复可急不得呀。这俗话说得好啊，这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如果都像王博士这样啊，只图快，那万一把这系统漏洞修坏了怎么办呢？不是，
咱再慢也没有像你这样的用一根手指敲字母的吧？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啊，哎呀，我这不是岁数大了吗？我看不清楚，我怕我打错了。哦，对，王博士，我这个嗓子有点干，你帮我泡壶茶去。你自己没长腿啊你！王博士，我现在可是在争分夺秒的修复这系统，你让我自己去，我多耽误时间。你有种，老子去给你煮茶。快了，快了，再修复最后一个错误，系统就修好了。啊，月子啊，干什么去啊？你们没听见下班铃吗？我下班了。月子啊，你干什么？就只差最后一行代码了，你扒什么键盘啊？啊，回家打游戏啊！这是我新买的机械键盘，我用惯了。你工作干完了吗？你就下班啊？我叫你下班了吗？王总，你耳朵没问题吧？这么大下班铃声，你没听见啊？你工作没干完，别说是下班铃响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把工作做完。王总，这工作哪有做完的说法呀？那按照你这个逻辑，如果项目一天没完成，那我得一直住公司啊。你别给我扯嘴皮子，你起码把今天的工作完成。再说了，敲一行代码能用多长时间啊？敲完了走。王总，我今天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了，我今天的工作时长已经达标了。如果你再让我加班的话，你得付我加班费啊。加班费？敲一行代码你要我加班费啊？你怎么不得抢啊？连加班费都不肯付，那我回家我也没问题啊。我告诉你，今天这行代码敲不完，你别想走出公司的大门。说到做到。王总，那按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强行无偿的加班？那好，今天呢，我就给你们2位好好的普法。叶泽，你少在这吓唬人！你以为你拿出来个劳动法就有用了？根据劳动法第31条，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哦，那又怎样？我就让你加班了。那又怎样？我就让你加班了。王总，听见了吧？这可是你们2个违法的铁证啊！哎，各位同事，大家都看到了吧？现在王总和王大博士就是让我们无偿的加班，你们说我们有没有权利下班？有，我们当然有权利下班啊！就是，系统崩溃又不是我们的错，凭什么不让下班？请问你们要干什么呀？都不想干了是吗？王总，我们现在呢就是依法下班。如果你要开除我们的话，需要提前30天通知我们。所以祝2位下班愉快，明天见。明天见。回来，都给我回来！不想干了是不是？是不是不想干了？回来，都给我回来！玉泽，老子跟你没完！吴坤，这不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吗？他让他儿子王杰在公司带项目，自己出来打球。月泽，
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加班吗？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加班？我工作已经做完了，而且王杰总经理已经同意我下班了呀。公司就是你的家，你们都应该爱护它。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加班赶项目，你怎么还能把工作分成今天和明天呢？我告诉你，在这个项目没有完成之前，你就应该主动申请加班工作。行，那既然公司是我家，那我出来打打羽毛球，运动一下总可以了吧？好，你不是想要运动吗？那咱们就来比赛吧。你要是输了，就赶紧给我滚回去加班工作。那要是你输了呢？我怎么可能会输啊？哎呀，有谁会长胜不输呢？这样吧，王总，要是你输了，你就把羽毛球吃了，怎么样？公司团建几百号人跟我打，都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这个月泽，就从来没赢过我。我不信这次会输。行，我答应你，我要是输了，我就把这羽毛球给吃了，怎么样？赶紧开始比赛吧。好啊。开始了。好，丢这个球真卑鄙，就是要溜你。我没想到这个球我能接到吧？我等的就是你高回球，看我扣杀。耶，你输了，1-0。这怎么可能？怎么样，黄总？准备吃球啊？怎么样，黄总？准备吃球啊？这才1局，输什么输？咱们3局2胜。耍赖是吧？行，反正不管打多少局，你都是输。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我已经打了一会儿。我和你打的时候已经累了。你刚才那一局啊，那是胜之不武。忘了，反正我今天心情好，我就等你休息好了以后再接着打。不管你打多少轮，你都是输。月泽，他怎么在这儿？爸，你跟他打球了？不是，你们不都应该在公司加班赶项目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就是这个混蛋，他非要按时下班，闹得那群员工也下班了。就是，王总，这货之前还故意羞辱我呢。这个月泽真是太大度了，我今天非得让他滚回去加班，否则王坤的颜面何在？王总，您打算怎么做？哎，天赐，我记得你打球的技术不错，跟月泽比怎么样？那是当然，在学校的时候，我的羽毛球就无人能及，更是获得了整整4届的校园羽毛球冠军。凭他一个小小的月泽，打赢他呀，轻而易举。好，哎，月泽，我休息好了，我们开始第2局的比赛吧。怎么着？准备好了受虐了？呀，月泽，谁受虐还不一定。我和老板跟你2打1。2打1？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欺负你又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找个帮手啊！我来，兄弟，我来帮你。你来一个试试啊！你看我敢不敢弄死你？哎，月泽，看来是没有人来帮你了。怎么样？开始吧。我来帮你。月泽，我来帮你。你怎么在这儿？我下班之后啊，就喜欢来这个球馆打打球。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原来是夏总。
不过也只是个手下败将而已。打球的技术啊，烂到流脓。岳哥，我的球技确实不太好，可能会给你拖后腿了。没事儿，双打更多考验的是两个人的默契。小美女，别帮这个乐色啦，不然一会儿你哭鼻子的样子都不好看哦。王坤总裁要给我3分面子，你算什么呀？也敢这么称呼我？你什么你？开打吧！哎，天赐，这一次只许胜，不许败。赢了的话，年终奖再给你加5万。放心吧，老板，包在我身上。整个学校都找不出来一个能打赢我的人。凭他一个整天坐办公室的程序员，再加一个女的，我一个人就能打爆他们2个。好啊！我们之前就打过双打，这一次对付他们这一对临时组合，一定要把他们打服，让他们给我滚回去加班。废话少说，开始吧。老板，谁先打第1球，谁就更有优势。我们先发球。这王天赐一上来就用平高球压后场，这是想试试女生水平了。这娘们的技术果然不行，看我的杀球！耶！好球，天赐，就这么打，压着他们打。你们就等着被我杀爆吧！耶！哎呀！对不起了，岳哥，我的球技确实太差了，给你拖后腿了。没关系，王天赐确实有点嚣张的能力，你把他交给我，你盯着王坤打。喂，好，你们2个打情骂俏完了没有？是不是商量准备投降了？再来。行啊，还挺有气势的。今天就让爷爷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们。来，看我轻挑球。哎，我接住了。又是平吊球，那我再杀。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这个老的喜欢抢网，但是他回位慢；这个年轻的杀球快，但是他杀球完习惯不动。啊，这一下就看出来要打他们的中间位。耶，岳哥，我们赢了一局！继续加油！老板，你扑的太猛了，这是我的位置。我是老板，你是年轻人，以后这种球啊，你来接。打到身后。哎呀！你怎么又漏球啊你？老板，你别老抢我位置啊！是。耶！你到底会不会双打啊你？真打是双打，这分明是2人单独打，还互相妨碍，令他这男女搭档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女生进步真快，往前交给我，配合真好啊！耶！我赢了！我操！上辈子我他妈辛苦打工了20年，连他妈个女朋友都没有。重生一世，我他妈还害羞个毛啊！这一世，我他妈什么都要得到。21比5，你们输了。赢什么赢？这不算，咱们5局3胜，再来。哎，王总，你刚才不是说3局2胜吗？对啊，王总，你这么大的领导，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刚刚我们可是说好了，输了的人要吃羽毛球的。
都听到啦。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什么时候轮得着你说话了？愿赌服输，天经地义。王总，既然你不敢吃，那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赌呢？就是呀，玩不起就别玩嘛，输了又耍赖，丢不丢人？天赐，吃。老板，怎么是我吃？你不吃，难道还让老子吃？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吃，明天就给我滚蛋！老板说的对，我技不如人，我吃。我靠，真吃啊！这吃相可真恶心呐！这要是让鸭子见到了，都得跑吧？不打了，我们走。呸！老板，这个月泽太可恶了，把您的面子往地上摔呀！这个可恶的东西！王杰，明天就把这个月泽给我开了。爸，他是技术大拿，我已经试过开除他了。他掌握着公司系统的核心代码，这公司除了他，这别人都不会呀。你们这群废物！王天赐，我命令你明天就把月泽会的东西全部学到手，否则你就跟他一块滚蛋！是。这个王天赐呀，为了巴结领导，连尊严都不要了。这种人啊，眼里只有利益和权势。好了，走吧，我请你吃宵夜。那我要吃小龙虾。好，龙虾管够。王总，月子，你来了，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啊，要交给你。说啊，为了公司长久发展，培养人才啊是至关重要。所以啊，我决定让你收天赐为徒，把咱们公司的核心代码架构传授给他。收徒？就他？是啊。哎，你想想啊，咱们公司呀，只有你懂这些核心代码的框架。你要是把天赐给教会了，那以后工作就是你们一起干了呀，这效率翻倍，这是对你啊最大的好处。行，那咱们就按市场价，高级技术员亲自教学，得先交10万块钱收徒费。10万？你疯了吧？你怎么不去抢啊？月子，别的公司都是老带新，这是传统，哪有什么收徒费呀？这样，王总，等我一下啊。算了啊。哎，王总，你帮我看看啊，我这劳动合同员工职责这一栏里有收徒的这条吗？没有啊，所以这不是我的工作内容，我有权拒绝呀。叔叔，这下该怎么办？这货他油盐不进，我要是学不会，老板那儿会怪罪下来的。好，10万就10万，但是你必须要好好教，我要每天检查。没问题啊。支付宝到账10万元。给我好好选。你起来，师傅，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爱徒啊，先帮为师去冲杯咖啡，要手磨的，7分糖，多1分呢太甜，少1分呢太苦。月子，我是来跟你学技术的，不是来给你当佣人的。徒弟啊，你说你一个当徒弟的，为师让你办点事儿，怎么了？还能不能拿出点诚意？行，我去给师傅
煮咖啡。师傅，您的咖啡好了。啊。咖啡冲的不错。那个，来，去把这摞文件打印一下，然后分发给所有人。我去。师傅，都忙完了。行，干得不错。那接下来为师就教教你真本领吧。坐。好嘞。终于要教我真本事了，我把你的本事都学会，看老子怎么把你赶出去。准备好了吗？来，这个键念 A， 是26个英文字母里的第一位。通常我们在背诵单词的时候，第一个都会背到 apple。你妈的！老子交了你10万，你就教老子这个？这么多人呢，别急呀，坐。为师不是也想试一下你的水平吗？既然你都会这个了，那为师教你下一个。你快点吧，别再糊弄我了，行吗？来，这个键念 S。哎，等会儿 ，A B C D， 耶 ，S 排第几个来着？月泽，你耍我是不是？你直接把一行代码打出来，然后告诉我这个代码的作用就行了啊！行，别急呀，为师也没说不教你真本领。来，准备好你的笔记本本。哎，这个代码怎么这么复杂？有什么作用啊？哦，没事，我随便打的。你随便打的？啊，我试试新键盘好不好用。月泽，陈次，学的怎么样？有收获没有啊？王总，您终于来了。这个傻逼，他根本什么都不教。哎，爱徒，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跟王总说，你什么都没学会吗？学到了，学到了 A B C D。你有病啊！你当老子小学生啊？字母表用你教？月泽，什么意思啊？我给了你10万块钱，你就教这个？哪有啊？哎，我问你，就这个 bug 怎么修？哎，这不修好了吗？来，还有这个怎么修？这个用 B 就行了。你看，我这教你都真本事啊！好嘛，那就这么说的。王总，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教吧？是这个猪脑子，他根本学不会呀！老子花了10万块钱给你交学费，不是好好学，你当老子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领导，你让我教这头笨驴，太耽误我工作了。你看看我这一上午，光顾着教他了，我这一行代码我都没敲啊。月泽这小子根本就是把我当傻子糊弄，这王天赐也是个废物，连月泽不教他的证据都证明不出来，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哼！行啊，月泽，我自己搞不过你，我请其他人搞你总行了吧？学费不退啊！喂，是暗网第一黑客猴子吗？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让你一个人给我滚出公司。行，你将公司的系统官网发给我，我会发个木马程序给你，你只需要将这个程序放到核心代码区就可以了。好，月泽，这都是你逼我的。哎呦去！撒尿。月泽，这木马能让整个系统崩溃，你之后怎么补救都来不及了。这一次一定能让你滚出公司。
回事？怎么又系统崩溃了？我也是。这是木马病毒。我看刚刚王天赐鬼鬼祟祟的，一定是他干的好事。不过我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个项目失败了，让公司倒闭？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坐享其成不就可以了？月泽，怎么你的电脑还是好的？我告诉你，你早上说系统修好了，是不是在吹牛？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修好，是不是？系统本来已经修好了，是有人把木马放进了核心区。咱们的公司有内鬼。月泽，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不是修好了吗？不好了，王总，青云集团突然派代表过来审查了。行啊，月泽、王天赐，你们两个赶紧跟我过来见代表。等等，王总，系统现在种木马了，不能让青云集团的人发现啊！你们说什么？系统被木马击溃了。系统被木马击溃了。王经理，我们这次来呢，是来进行项目中期审查的。按照合同，明天就是项目第一阶段的交付日。我现在需要知道项目的真实进展。陈总监，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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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看到系统状态和核心数据。技术顾问，去连接他们的开发服务器。不行，这要是被他们发现，现在系统被木马入侵，那这合作就完蛋了。等等，陈总监，系统现在正在进行关键性压力测试，现在强行介入，恐怕会影响最终的测试结果啊！哎，对对对，陈总监，这个测试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你看，要不等我们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把完整的报告和演示视频发给你们。我们用的是安全模式介入，并不会影响系统运行。不行，绝对不行！现在系统属于敏感状态，任何外部接触都可能会触发保护机制，导致测试中断。王总，你为什么会如此紧张？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检查。陈总监，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王总那么害怕检查系统？这按道理来说啊，如果项目进展的顺利，这正是展现成果的好机会啊！月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哎，我就是奇怪啊。对了，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人说系统出现了问题。当然，王总和王大博士居然说没问题，那可能是我听错了。系统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没有的事儿，系统运行完全正常。月泽，别在这散布谣言。是不是散播谣言？你让陈总监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王总，你这样反而引起人怀疑了，是不？技术顾问，现在立刻介入系统。王经理，你要是再继续阻挠，就会被视为严重违约行为。介入成功，这案读取核心日志。陈总监，系统中的木马，项目文件严重受损。有人在攻击系统，而且这次是从内部漏洞直接爆发。什么情况？系统竟然崩溃了！这都是月头的问题啊！
本来今天上午就应该修好的系统，不知道怎么又崩溃了。我确实想搞黄公司的这个项目，但不代表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王总，你应该问问你的好侄子，是他用黑客给他的木马把整个系统都搞崩溃了。我这次请的可是世界第一黑客，他怎么可能被你抓住把柄？即便猜到是我，他也不可能有证据。我刚才做的天衣无缝。你胡说！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啊！行，你要证据是吧？现在我拿给你。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这是在反向追踪系统的入口，这样就可以查到是哪个接口将带有木马的 U 盘插到电脑上的。谁都知道文件可以反向跟踪，但我的木马是在你的电脑接口上插的，你现在查也只能查到自己身上。哎，王大博士，你为什么要把带有木马的 U 盘插在我电脑上呢？证据呢？想要证据是吧？行，这就是证据。王天赐，傻了吧？我电脑上有摄像头，你这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有摄像头啊？王经理，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项目部的主管会向自己公司的系统里边植入木马？陈总监，您千万别动怒啊！天子他还小，可能是一时糊涂啊，或者是被人利用了。咱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系统修复啊，把项目完成。这项目完成之后再处理这些。王总，证据确凿，你还说这是误会？你们这是监守自盗，让我以后怎么继续信任？陈总监，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但现在是当务之急是先把系统修复，规定的时间之内把项目完成，相当于咱们合作也是完成了嘛，是不是？王总，项目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天上午9点，你们能完成吗？行，一定行。我让技术部加班加点，一定在明天上午之前完成。哎呀，这本来呢，大家加个班，明天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现在整个核心数据库都已经被木马侵蚀，这别说是1天了，就算是再给1个周，这系统也无法恢复。他说的是真的吗？月光说的是对的，木马做的非常专业且恶意，你们绝对不可能明天交付的。王总，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代表公司通知你们，合同即刻终止。我们将会追究你们公司全部的法律责任，律师函随后就到。走。陈总监，先别走，咱们这谈呢。那个，大家都看到了吧？现在项目黄了，公司也完了。如果再留下去，只有替罪羊和背不完的黑锅。这个地方呢，不值得我们再奋斗1分钟了。我愿则辞职。我也走，这破地方早就不想待了。算我一个。我跟着岳哥。哎，完了，公司完了，全完了。说话呀！说话！都哑巴了！项目组的人呢？青云的律师函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桌上？老板，
这也不能都怪我们啊，都是月泽那个白眼狼，是他煽动集团所有同事集体辞职的，而且他还在公司系统留后手。你他妈放屁！要不是你蠢到连摄像头都看不见，会是这个样子吗？还他妈斯坦福的高材生，我呸！呀，你他妈就是个眼瞎的废物！王杰，之前老子做的那些手段，不都是你默许的吗？现在出事了，你把责任都推到老子一个人身上。你当总经理这么久了，你有做出过什么像样的项目吗？他妈敢顶嘴！我们打死你！打呀！你打死我呀！你以为我怕你啊？你疯了！都给我闭嘴！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你们两个都是废物。现在怎么办？创新集团有一个游戏的招标会，如果你们在招标会上能够获得李总的青睐，拿到创新集团的投资，我们就还可以东山再起。老板，这次你就看我的吧，你就放100个心，这个项目我一定拿到手。记住，在1个月以后的招标会上，你们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黄天赐，你给我拿出12分的精神来。这次如果再出现半点差错，我们公司就彻底完了。明白了，老板，这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也要把从月泽那儿丢着，连本带利的拿回来。月哥，欢迎加入公司。那具体我要负责什么项目1个月后，创新集团要举办一场游戏投资招标会，到时候你之前待的那家云龙集团也会去，咱们要不要去？当然要去。上一次只是让项目黄了，这一次我要让整个云龙集团永无翻身之地。各位好，这里是创新集团的游戏项目招标会现场。本次创新集团的天使投资人就是我们的李总。今天谁能在招标会上获胜，我们创新集团将向项目投资10个亿。这次我们的项目一定是最吸引人的，我们一定要拿下。本次招标会由夏氏集团和云龙集团2家公司竞标。现在招标会正式开始，我们先请夏氏公司的代表月泽先生上台演示。李总，各位合伙人，大家好，我是夏氏集团的游戏项目负责人月泽，很荣幸能来参加本次的招标会。李总，他就是个叛徒，根本就不能留他。叛徒？没错，这位月泽先生，1个月前还是我公司的技术骨干，就是他在公司的关键项目里面植入木马，导致项目彻底失败，让公司受到巨大的损失。没错，他身为公司骨干，竟然故意让公司的项目失败，然后带着整个技术团队加入了夏氏集团。他这不是叛徒是什么？王姐，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投放木马病毒的是你的侄子王天赐，有现场的视频证据为证，证据确凿。你现在分明就是颠倒黑白。视频早就被我毁了，不管我怎么污蔑他们，都没有了证据。我看你怎么翻盘。什么狗屁视频证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月泽搅黄了项目之后，第2天便带着他的团队加入了你们夏氏，这恐怕是早有预谋吧？没错，
你跟月泽早就勾搭在一起了。分明是你们管理不当，包庇亲戚，所以才导致的人才流失、资源流失。凭什么赖在月泽头上？李总，只有像这种没有道德的人，才会用病毒恶意攻击老东家的项目。今天他能这样对云龙，明天就有可能对创新呀。叶先生，如果你真是叛徒，我们创新集团绝不会和没有道德的人合作。李总，我是不是叛徒？请看这段视频。不许看，不许看，都不许看！王天赐投放木马病毒，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你不是你把视频删了吗？怎么还有？我哪知道啊？说不定就是他自己偷偷留了一份。月泽这个贱人，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看来你们云龙集团就是这样对待员工的。现在还在这里泼脏水，你们才是真正的无耻之辈。李总，我们虽然刚刚犯下了错，但他月泽凭什么能参加这次游戏招标会啊？他之前在公司的工作是系统架构的升级开发，他根本就不懂游戏呀！你们不能选他。王经理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哎，岳先生，你之前确实是在系统架构上有所造诣，但是你如何证明你和你的团队具备独立制作一款游戏的能力呢？李总，李总问得好，他月泽最擅长的就是敲代码、修漏洞，说难听点，那就是个码农。他在我们公司呀，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相关的项目。没错，我在云龙集团的确没有接触过游戏项目。李总，你看他承认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懂游戏？你们玩过《黑洞骑士》吗？当然玩过，《黑洞骑士》可是今年最火的独立游戏，还获得了年度独立游戏大奖。这个奖项可相当于游戏界的诺贝尔奖。这个游戏是我一个人玩。月泽啊，你还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剧情复杂，还有写法繁杂，就凭你也敢认领？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款游戏的工作量和技术？没错，这个游戏根本就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除非有原始代码作证。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看看黑洞游戏的原始代码。竟然真的有原始代码，这怎么可能啊？哇，月哥好厉害呀！我还以为他真的不懂游戏呢，没想到居然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这款游戏的含金量非常高。夏总，我们会和你夏尔集团合作的。等等，这款游戏虽然是年度最佳游戏，但它不过是个传统的2D 游戏。我相信您投资了10个亿，肯定是想找到一个更有前瞻性的项目。你说的确实也没错。我们不能只看重当前的利益，也要关注游戏的创新性。岳先生，你方便说说你这次带来的竞标新项目是什么？没问题，李总，我们抛弃了游戏厂商的制作规则，构建游戏世界观，编辑游戏剧情的传统，我们将主导权交给玩家，我们将会用 AI 帮助玩家游玩属于自己的理想游戏。那项目的实际画面呢？这个项目初期只在构想环节，目前只有一个计划书。哈哈，原来只是个 PPT 战神呀！你吹了震天响，结果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月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什么叫创新？各位，我们公司的项目可不像前面那位 PPT 战神，我们带来的是能引爆市场的划时代游戏。欢迎来到虚拟现实，我们就是未来。好。各位，这就是虚幻现实。只要佩戴我们公司制作的投影设备，就可以将幻想游戏带入现实，就能随时随地的畅玩。我们已经跟多家游戏厂商达成合作，成本可控，商业模式清晰。这真是划时代的技术，太不可思议了！不管你想玩什么游戏，只要在我们的游戏平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投影设备照进现实。请各位支持我们的项目，谢谢大家。好，岳哥，他们的演示也太强了，这如果是真的，前景不敢设想。效果确实不错，但我总觉着哪儿不太对劲呢。啊？什么不对？也说不上来是哪儿不对，就是觉得太好了。特别是那条巨龙，无论是从清晰度还是效果，感觉都差不多，不像是实时渲染类游戏。呀，你自己做不到，就说别人是作假的。月泽啊，月泽啊，你的格局啊，真是太小了。王经理，请你注意说话的场合。看到了吗？这才叫技术。你的那套过时的理论早该被淘汰了。你们最好不要让我找到破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如此大型的实时渲染类游戏，是绝对不可能的。哼，有些人啊，在旧时代待久了，看见新时代的火车，就像妖怪一样。旧时代。等等，各位。我们大家今天看到了两个非常优秀的项目，灵境啊代表了未来的可能性，但是虚幻真实让我们展示了它的技术落地的震撼力量，商业前景非常清晰啊。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获得注资10个亿的是云龙集团。月泽啊，你的计划书还是丢厕所里面，当厕纸吧。没错，你的那个项目啊，跟我们再比多少次，也只会是我们拿到投资。王总，这个项目我也要投。没问题。王总，以后你们的设备我们宏德公司全包了。好说，好说。我你妈！老子都他妈重生了，还能他妈受你这窝囊气呀！等一下，李总，他们的项目有问题。等一下，李总，他们的项目有问题。岳先生，你说什么？项目有问题？李总，别听他胡说，他这是没经营过我们，他狗急跳墙，他故意污蔑我们。没错，李总。月泽，输不起你就别来参加招标会啊！我们虚幻现实的技术
可是国际公认的顶尖水平。哼，李总，我以我的信誉担保，我接下来说的话绝对不是出于私人恩怨。我作为一名技术研发人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用骗术包装的项目去骗取巨额投资，这将会对整个行业造成破坏。你凭什么说他的技术是假的呢？就凭最基础的常识和技术可行性。刚才你们的那段展示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在1个月内濒临倒闭和核心人员流失的公司能够突然横空造出一个远超行业水准的技术。你这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们用的都是独立自主研发的方案，是吗？那么请大家看看这里面藏着什么？这里面藏着什么？保安，马上查一下这个位置。哎，报告李总，这是一个微型的投影设备，隐藏的很隐秘。不止这里，其他地方也应该安装有隐藏投影仪。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这个只是为了增强效果用的设备。李总，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传感交互系统。对，辅助设备有必要隐藏的这么隐蔽吗？既然你们说这是辅助设备，那你们现在不用这个设备，再召唤一次刚才那条巨龙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这个设备刚刚演示过了，现在需要冷却。再说了，这些设备都被你们移动过了，空间坐标需要重新校准，强行展示不稳定。你这是在故意破坏我们的演示环境！保安，把他撵出去！这是在破坏招标会的秩序。李总，他们不敢进行2次演示，就说明他们在骗人。他手上那个头环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射器，只不过是无线触发开关罢了。你胡说！那我们那条龙是怎么回事？我猜刚刚那条咆哮的巨龙和那些魔法光效，只不过是你们提前在工作室里渲染好的 CG 片段，现在用这些隐藏的投影仪播放视频罢了。王天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用一段视频来冒充简短科技，欺诈我的10亿元的投资！李总，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是他，都是王杰的主意，是他告诉我，只要把现场效果弄得震撼，弄得炸裂，就能唬住评审和投资人。CG 是他让我提前做的，设备也是他让我偷偷提前安装的。闭嘴，别血口喷人！来人，把这2个人控制起来，立刻报警，通知公司法务部，立刻启动对云龙集团的欺诈诉讼程序，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李站住！李总！岳先生，我代表我们创新集团衷心的感谢你，以你的专业和敏锐，为我们避免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啊！李总言重了，我只是尽了一个科技人员该尽的义务，说了一些实话而已。岳哥，刚才你真是太棒了。夏总，岳先生，虽然今天的这场闹剧有些遗憾，但是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夏氏集团的灵境项目，经过这次闹剧之后，反而显得脚踏实地，蕴含着真正的创新潜力。哎，对了，不知二位是否愿意一步，我们单独聊一聊这个灵境项目的具体规划和合作未来？当然，我们非常期待能与创新这样有远见的集团合作。哎呀！李总交代过了，你们2个不允许进入招标会了。不去就不去，谁稀罕那个破招标会啊？真次啊，我想的这个主意，你去他们公司把项目都投。好嘞，他妈服了那小子！赶紧走！哎，这么晚了，干什么呢？哎，小刘，岳总早上特意让我去他办公室打扫打扫，他说现在书架上的灰太多了。哦，周大姐，去吧。记住，你从来都没有见到过我。20分钟以后再来接我。无线传输容易被屏蔽和追踪。还是这种物理传输最为稳妥。以后，你这台电脑上的所有代码变动、设计文档，都会悄无声息地复制一份给我。月泽，你的灵境很快就会变成我。 AI 学习生成世界规则的部分还得加强。你们看，这些动态场景还是太假，不够自然。明白了，就是环境变化和实时物理效果之间的配合没有达标。我下午就去数据组，把其他部门的高质量数据加入进去训练，让 AI 可以更加真实的理解到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 如果加入新的训练数据，那么距离我们原定的内部测试版上线只有4周了，时间非常的紧张。核心框架是稳定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细节优化和内容补充。时间确实紧，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好，那要去计划发布会的内容。于杰，今天晚上务必要把动态物理映射和无序自然生成2个核心模块的最终版本上传到我们的3级加密服务器上备份。备份之后也传我一份。我想把关键逻辑再全部检查一遍，避免小问题后期被放大。没问题，师兄。那我先去了。好。他们确认了。 今晚就会备份最终的核心代码，只要他们启动备份流程，我们这边就能拿到一整个完整的数据包了。重点是动态物理映射和无序自然生成这2个代码，一定要拿到完整代码，不能有任何遗漏。放心，我之前植入的程序不仅能拿到最终代码，还能顺便获取他们的开发日志和修改记录呢。太好了，这样。 我们就能学会它的全部技术。王总，就算拿到全部代码，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直接用难度很大呀。这个不用你担心，我已经花高价从夏氏离职的员工里
挖了几个技术人员，只要钱到位，他们自然会弄清楚的。你的任务就是保证数据完整、稳定的传输过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数据通道很稳定啊，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月泽以为他的加密服务器很安全，其实数据在传输之前就已经被我拿到了。他花了这么多心思做的东西，很快就成。哎，你看，上线才3天啊，下载量就突破了50万。虽然差评多了点，但起码热度起来了呀。王总，我们只是照着拿到的代码和文档，尽量删改了一下界面和名字，底层逻辑和 AI 模型几乎没动。这要是被月泽发现什么呀？这个代码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叫幻梦空间，跟他们的灵境毫无关系。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先上线，我们先占先机呀。等我们上线之后，他们反而是抄袭我们的。哦，对了，王总，水军已经安排好了，画皮风向就是体验国产 AI 创作神器。另外，我还联系了几个游戏评测自媒体，钱已经打过去了，他们啊会疯狂吹捧我们的独立开发。干得漂亮！这样的话，夏氏集团如果再在我们后面发出项目的话，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他们是抄袭我们的。月泽那边有什么动静？哼，根据我留在他们的内部监控看，他们刚完成了内部测试版，正准备开始优化和宣传物料制作呢，完全没有察觉到代码已经泄露了，更没想到我们已经抢先发布。好，等他们宣传，咱们就告他抄袭，到时候舆论一起，够他们喝一壶的。月泽，看你怎么跟我云龙斗。谁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幻梦空间从核心功能描述到页面宣传逻辑，甚至一些宣传术语，为什么与我们的灵境计划如此高度相似？怎么可能？我们所有设计文档和代码都是放在加密服务器里的，对外是绝对保密的。这不是相似，是抄袭，而且抄得很急很糙，很多我们已知的 bug， 他们原封不动地出现了，这绝对不是巧合。我们的公司有内鬼，或者说，我们的保密体系出现了我们不知道的缺口。立即启动内部调查，所有接触过核心代码和设计文档的人，通通都要问询。在调查清楚之前，灵境的对外发布以及宣传计划全部暂停。同时通知技术部门开始自查，从公司内部环境到网络日志，给我一寸一寸的筛，我要知道老鼠是从哪里钻进来的。于姐，这次泄露的核心算法，我昨晚打包加密上传之后，日志显示只有你的备用密钥在当晚有过一次身份验证。师兄，我那是按照你的吩咐进行例行备份啊，我怎么可能？我知道，但我需要确定那份文件在你上传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被其他途径截获，比如你的电脑有没有异常，又或者说你当晚有没有离开过工位。师兄，你怀疑我？我都没有打开过文件，我是直接加密上传的。我的电脑是你亲手配的，安防等级跟你一样。我那天晚上一直在工位上没离开过，监控可以看的。岳哥，雨洁一直都是你最信任的人，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是，我是接触过所有核心代码，我嫌疑最大，但是怎么泄露的这么及时，这么精确？就好像是一直有人盯着我们一样，知道我们每一步动作。
一直有人盯着我们。如果问题不在人，而是我们的项目本身一开始就有个口子呢？你是说，玉姐，你的话点醒我了。我们可能一直在抓人，却忘了检查本就应该安全的地方。师兄，你是觉得？这是什么？像是蓝牙？不，这是窃密器，它可以直接并联在网络上，抓取所有流经数据，不需要破解密码，因为它根本不在逻辑层工作。这是什么时候被装上去的？岳哥，这个东西在发热，它好像是针孔摄像头。居然用针孔摄像头监视我们！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一举一动别人都了如指掌了。师兄，我来反向追踪。师兄，反向信号已经成功锁定了，对方的接收端的位置是云龙集团。能查到他们什么时候被激活植入的吗？大约6周前深夜，门禁记录显示那天晚上有一个已经被注销的临时维修工卡，在您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有异常停留记录。方天赐，时间点吻合，那周刚好是灵境2.0的压力测试期。如果那个时候信号就已经被植入，我们的测试数据很可能早就已经泄露了。师兄，警方那边也在同步调查，我们的证据链马上就要完善了。接下来您看，继续监控，收集证据，不要惊动对方。云龙集团那边如果察觉到信号被反向追踪的话，很可能会提前行动。不然，我们在算法报告中加入错误的信息，诱导他们往错误的方向进行路径分析。可以，但诱导信息一定要做得足够可信。放心，我会配合雨杰进行工作。对了，再帮我准备一份灵境的核心算法报告，这份报告一定要具有说服力，我们很快就能用到它。师兄，你真的要花2个月的时间重新写核心引擎啊？那我们原定的发布会……于杰，你还记得我让你准备的那个应用风险很大的系统吗？是的。我不小心把那份文档加密上传了出去，现在整个文件都已经被传走了。师兄，你是想给他们发一个假的模型？但是如果被他们发现了的话，半真半假吧。框架是真的，但是参数我做了微调，而且我还留了夏氏集团的水印。一旦他们照搬过去，起初还能运行，但一旦数据到达了某个阈值，那就会出大问题，而且是隐藏得很深、难以排查的大问题。师兄，你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想抢先发布吗？那我们就让他们发布一个带有定时炸弹的版本。对了，于杰，我让你帮我联系的技术权威鉴定机构，他们回复了吗？回复了，已经联系好了。我们相关材料的公证和前置验证全部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具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明文件。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等鱼儿上钩，等他们把舞台搭好。王总，都拿到了。月泽那个大傻子还真的以为技术被破解了，这就是他打算重写的核心模型。看这思路，
比我们偷的那个版本更先进。太好了，赶紧让我们的技术员弄上去。这次我们要抢在他们完成之前，发布一个重大技术更新版本。放心，已经在调整了，直接替换掉旧的核心模块就行。这个核心模型思路很清晰，但是参数上好像有点问题，我们调整一下就行。还微调什么呀？时间就是金钱。他月泽不是说要2个月吗？那我们就2周之内完成更新。到时候市场就会说他夏氏集团进展缓慢，而我们云龙集团技术迭代迅猛。但是这个模型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啊，直接上线会不会有风险啊？能有什么风险？代码都是现成的，连框架都是月泽自己弄的，他难道还会害他自己不成？赶紧弄！等下周游戏一经发布，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月泽钉死在抄袭的耻辱柱上。好，那我就让他们加班加点，1周之内搞定测试，准时上线。知识产权备案全部都已经完成了，时间戳、开发备案，甚至还有这个水印的使用说明和验证方法，这么齐全的。警方通过我们提供的信号源，已经初步锁定了王天赐和王杰的犯罪证据，现在只是按兵不动，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出击。合适的时机？你是说他们明天的发布？他们既然想污蔑我们抄袭，那我们就在他们最高潮的时候上台给他们换一个剧本。他们已经邀请了多家媒体参加他们的新闻发布会，还给了我们一份。还真是不知死活。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你和我一起去云龙集团看看。至于礼物，我已经通过给他们的陷阱送到他们的产品里了。明天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就可以出发。现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王杰父子万一狗急跳墙的话，警方会便衣在场外布控，维持秩序。明天一定会有个了结。好，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王总，咱们这次赚大发。根据内部评估，只要今天2.0顺利发布，咱们的股票至少能增长30%，以后夏氏集团下降的都是我们的了。夏氏的核心算法确实厉害，不过从现在开始，他姓王了。他们的那个灵境项目，胎死腹中是最好的结局。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拿给我老爸，他看完之后肯定会让我们没公司的。老板这样就肯定觉得云龙集团少不了咱们2个。也不能太乐观。月泽那小子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东西都处理干净了。您放心，我已经给了保洁30万，而且我还威胁他，只要敢告发我的话，他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那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孙子。那技术层面能查到吗？信号接收端用的是多层跳转，他们肯定查不到。怎么了，两位？你不欢迎老员工？岳总，夏总不请自来，有何贵干？如果是商业合作，我们可以另约时间。不需要另约时间了，我来就是为了帮你们纠正计算模型的。哎，福啊，刚刚你说信号接收端
绝对查不到。反向追踪信号、物理定位、数据传输、日志匹配，还有你们通过盗取数据使用的服务器、激活时间，以及当时的门禁记录，通通都有。需要我演示给你们看吗？胡说八道！你这是伪造的，你这是商业诽谤！伪造？那为什么你们即将推出的《幻梦 2.0》的核心模块里会镶有我们夏氏算法独有的水印呢？要不要我现在就远程触发一下，让他们亮在你们的手机上啊？什么水印？你们窃取的从来就不是一份冰冷的代码，它是时间，是心血。王杰、王天赐，你们涉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证据确凿，请立即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请两位配合。雪子，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这事没完，爸是不会放过你的。云龙，你不会放过你的。你让云龙来，我正好也有笔账找他算。岳哥，我知道错了，都是王杰逼我做的，我也是被逼的呀。我上还有40万，我求求你大发慈悲，放过我吧。爱徒啊，这些话你留着去跟法官说吧。你伸手拿了不属于自己东西的时候，有想过今天吗？岳先生，王杰和王天赐这次很难脱身了。云龙集团涉嫌多项违法，也要破产清算。我自己走，这事没完。Nice， 师兄，你终于报仇了。报仇确实痛快。我们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心血，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岳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我们的临近项目可以全力推进了。对，经历了这次风波，我们的临近项目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度，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尽快推出一个更加成熟的版本。好，我会让其他部门跟进我们的进度。好，不过在此之前，夏总，你是不是应该兑现你之前的承诺了？请我们整个项目组的人好好大吃一顿。这段时间大家都弄得太紧。当然了，吃什么都行，龙虾管够。综上所述，临近 1.0 版本在创造性、稳定性、用户体验等方面都获得了我们内测用户接近满分的评价，所以我们建议1个月后举行发布会，正式全球上线。岳哥，技术层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吗？这不仅关乎到发布，更关乎于用户的长久信任。核心引擎运行稳定 ，AI 生成逻辑也合格。我们重建了全套的保护体系，加入了多层动态加密机制，确保万无一失。师兄带我们重写的代码比之前被偷的强了不止一个档次，现在这套架构放眼国内外都是独一档。好，那就按计划推进。前世，我为了50万卖掉了自己健康和生命，今生，我不仅讨回了公道，更在创造可能改变许多人娱乐和创造方式的东西，这感觉真他妈好！干杯！师兄，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还在云龙那个破地方当受气包呢。现在跟着你，不仅技术涨了，腰杆也觉得直了，感觉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敬我们所有人，也敬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祝我们制作出来的临近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喜欢。岳哥，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不仅为公司带来了转机和项目，更让我看到了什么是一个程序员真正的智慧。小兵，我也要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你给了我母亲希望，给了我最坚持的信任与支持。您的这一份情谊，我会永远记得。岳哥，夏冰，我会继续担任夏氏集团的技术副总裁，把临近做成我们梦中的样子。
至于其他的，我们慢慢来。好，慢慢来。刚刚的定稿发布词中，关于技术理念的那段写得真好。技术不该是任何形式的枷锁或者帮凶。这不仅是一套发布词，也是我们做灵境的初衷。我们做的不是定义好的游戏，而是一套工具，一个世界。真正的魔法在于使用它的人。这也是我最看重的一点。灵境的价值远超过一份漂亮的财报。它指向的是一种更加健康、更有创业性的行业生态。投资它，就是投资未来。对了，刚刚接到消息，云龙集团已经资不抵债，破产程序昨天正式启动了。王杰父子涉嫌的那几宗案子下周开庭。等法律程序走完，这件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你倒是想得开啊！纠错和惩罚是法律的事，而我的事是带着灵境继续往前走。至于之前的恩怨，就让它留在过去吧。下面有请夏氏集团副总裁、灵境项目的总负责人岳泽先生上台。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这次的发布会是为了庆祝我们灵境项目在上线当天下载量就突破14亿，融资1000亿。多少次？这才叫真正的青年才俊，人中龙凤啊！这款灵境做得太漂亮了，叶泽，你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啊！我王坤这辈子阅人无数，没想到却偏偏在你这儿看走了眼，碰走了你这条真龙，我服了，心服口服。最后，我想说的是。灵境，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开往新时代的第一胜。月泽，你愿意娶我吗？哎呦我操，他是陈明王。